请同学们全文背诵刚发下去的诡异应对策略指南。这是教育部从近半年发生的针对青少年的诡异事件总结出来的。这么厚啊！背这个我还哪有时间刷题备战高考啊？你不背，怕不是没命高考啊？哪还有机会给你刷题啊？半年前，世界被诡异入侵了。诡异喜欢猎杀人类，吞噬人类血肉。目前，人类对付诡异的方法十分有限，诸如热武器一类的常规手段，在诡异面前完全失去作用。不过好在，诡异也被一种叫规则之力的东西约制，不能肆无忌惮地屠杀人。整个世界虽然没有大乱，但所有人都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中。寻找在新秩序下生存的方法，成为了全人类的首要任务。可算找到您了，我的宿主。首先恭喜您的重生，只要您跟我契约，您这一生的寄生必定如虎添翼，整个诡异世界都在您的脚下站立，亿万人类将成为您的奴仆和您的血食，您将站在新世界的顶点。我的惊悚系统之所以口气这么大，那都是有原因的。我面前的诡异大佬上一世只靠自己就成为了新世界的最强霸主，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会陨落重生，但我只要抓住此次机会，不对，说服他契约我，那就等于抱上了终极大腿。之后的日子就算当个咸鱼系统，也能跟大佬一起起飞呀！啊，站在新世界的顶点。我叫远浪，通过目前的情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认错人了。我既不是什么重生者，也不是诡异，只是还在读高3的普通人类。虽然很想跟他解释清楚，但他好像十分想让我契约他，就快到我根本插不上话。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呢？总算是说完了。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纯诡异就算不靠任何外物，也能站在新世界的顶点。你可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既然你发现了我的身份，我就给你一个辅佐我的机会吧。我在说什么呀？这也太中二了。不过身为人类，总不能放任他去帮助诡异吧？哦耶！成功拿下！不愧是我，对待这种强者就要放低姿态。太感谢了，还请宿主把手指放于此处，完成最好的契约。这样吗？很奇妙的感觉。这样，本系统就和宿主成为同生共死的命运共同体啦。宿主也可以在面板查看自己的详细信息啦。不好！不愧是宿主，你太伪装，就连本系统都骗过啦。还好这个系统不太聪明的样子。下面我来简单说明本系统的功能。惊悚系统目的是收集因您而产生的惊悚值，只要惊悚值达到一定数量，便可以解锁技能。解锁技能的强度跟宿主您收集惊悚值的效率有关，收集速度越快，奖励越高。不过奖励内容随机，本系统也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技能。意思是，我去吓别人就可以获得惊悚值？是的，不知道宿主现在是什么等级？如果是猛鬼级别，用诡异场景收集惊悚值的效率最高哦。不用那么麻烦。这节课继续讲诡异的基本常识。远浪人呢？老师，他去上厕所了。哦，那我们继续上课。诡异目前所知有5个等级，分为野鬼、怨鬼、猛鬼、厉鬼、鬼将。这里是诡异广播电台，听到此广播的人都要参加本次的诡异游戏。我什么都没听到。人类的哀嚎声一如既往的动听。下面我来说明此次诡异游戏的规则。这就是大佬的思维吗？根本不用消耗自己的鬼气，动动嘴，一下子就赚6万多惊悚值了。我数到3的时候，所有人都要闭上眼睛，静静等待。1、2。
好。好快！诡异道具，我记得第一次人类反杀诡异，靠的就是那人家族传下来的一件诡异道具。现在，即使没有任何特殊能力的一把野鬼级别的匕首，都被找到了天价。试一下效果如何？诡异改造。哦，猛鬼级，能够拥有中型诡异场景，可以造成数千伤亡的诡异。这印章竟然能强行契约，那多来几个印章，不是能创造猛鬼军团了？诡异改造。哎，原来诡异改造出的能力也是随机的吗？这些强化道具可以放进系统空间，随取随用。欢迎来到绝望中学，请全体师生注意听取规则。不是吧？这么巧，真的来诡异了？宿主，他竟然敢跟咱们抢客户，干他！怎么回事？这声音不一样啊，感觉是从脑子里面响起来的。刚才不是什么广播吗？怎么改名字了？好消息，好消息！我们诡异广播和绝望中学联动了，各位可以睁眼听取规则了。这是骗的好消息啊！这玩意还能联动吗？那不是更难过关了？爹呀！所有人2分钟内到操场集合，迟到者将受到惩罚。快点，咱们楼离操场很远的，闪开，别挡路！这也行，只要相信联动的说法，就能直接从同行那边白嫖金送值。拥有能笼罩整个学校范围的诡异场景，那 BOSS 最低也是猛鬼级。时间到。没有按时来的人都……为何宿主会因为人类的死露出阴郁的表情？也对，人死了就提供不了惊悚值了，相当于流失了优质客户。感谢宿主对本系统的重视呀！啥？各位人类世界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绝望中学的校长。只有怨鬼级，他应该不是这个场景的主人。贵校的校长在吗？校长他不擅长运动，没能及时赶来。我是副校长。副的也行，不用紧张。经过我的调查，贵校是我们可选择降临地点内排名最高的学校。不敢当。虽然我的同胞们都认为人类是最低等的种族，只配成为诡异的血食，但我本人打算给你们个机会。这里是我们绝望中学随机挑选的3名学生，贵校也出3名代表，咱们两方公平比试，3局2胜。你们赢了，我放你们全员离开。与之相对，输了的话，则全部要成为我们学校食堂的食材。人类怎么可能赢得了诡异啊？我不想被诡异吃啊！我叫王浩，擅长各种体育类项目，硫酸池游泳、100米岩浆跳台、血浆速滑，比什么都行。自愿报名，不得反悔哦。那个，我们需要商量一下。跑步。什么？我和你比跑步，跑1000米，谁先到终点，谁赢。可以。这位同学，看来你很有信心。没有，我最不擅长跑步了。不擅长你凑什么热闹啊？有毛病吧？老师教过我田忌赛马，我要用自己这匹下等马
换掉对方上等武，不用谢我啊。靠！这典故是这么用的吗？你不是驾到马，你却没马，老子要揍死这家伙！哎，算了，就是不打学生。我说过不准反悔，你要违反规则吗？完了！副校长，啊，这净送值为什么加的那么快？已经破30万了！可恶！因为那个给我下来！上面有很多架电视台的无人机，为了直播诡异事件做过改造，虽然离得远，但也能用 AI 高清修复画面，通过嘴型生成声音。现在估计大伙的家属亲戚都在看着呢，惊悚值应该是那些人。啊，原来如此！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小雨，一定要平安无事啊！可恶呀，怎么只能这样看着吗？保安就在那儿啊！贸然靠近会被卷入诡异场景，咱们进去了也帮不上忙啊。如各位所见，在经历了一波小骚乱后，元浪同学已经和诡异站在了起跑点。不知是出于什么考量，人类选手远浪并没有更换成适合跑步的衣服和鞋子，还是穿着自己的休闲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种由诡异主动提出要和人类比试的情况，自诡异入侵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贾教授怎么看待这次事件？我觉得这证明了诡异在对待人类问题上也是有派系和分歧的。这次事件如果处理得当，说不定可以增加人类与诡异和平对话的机会。感谢贾教授的分析，比赛马上开始了。各就各位，预备！天哪，诡异这是什么速度？太快了！通过无人机的计算，竟然达到了124千米每小时。元浪这边呢？系鞋带啊！他竟然在发令枪响后开始系鞋带！我家孩子被他害死了！可恶！元浪，你想自杀别带着我们！要不是规则不允许，我现在就冲进去打死他！啊，太强了！净送值已经破60万了！切，真是无聊，竟然直接放弃了。低等种族，搞得我一点兴致都没有。差不多。那是什么？王浩，李青提，求全力！啊，这到诡异的净送值了！可恶，怎么回事？完了，反正马上到终点了。发生了什么？你看见了吗？没有，元浪不是放弃了吗？怎么第一个出现了？天哪！元浪同学在起点足足系了10多秒的鞋带，之后竟然反冲了诡异，赢得了比赛。我不是在做梦吧？他的速度达到了402千米每小时，简直是人形高铁。这元浪难道不是人类？不对，画面暂停，镜头对准他的鞋子放大一下，应该是某种高级诡异道具。剧情错，关键时候感受了用得上的武器。不过以人类的身体用猛轨级道具，负荷太大了，身体感觉都要散架子。啊，宿主为什么一直伪装成人类，不动用真正的实力呢？啊，我懂了，毕竟沙溢师已经是最强的存在了，这也是打算找点刺激给自己增加难度。啊，这就是至强者的思维吗？你干嘛？我输了。不怪你，那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强力诡异道具，起码是怨鬼级。真想要啊，那个鞋子。别着急，人死了，他身上的东西就归咱们了。第一场是你们赢了，我知道你们人类学校讲究发展德智体，既然体比过了，那现在来比德吧。这是诡异道具鬼心镜，可以抽取我们诡异和人类的意识，进入镜中的虚拟场景。他们会忘记自己在比试，会自然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然后展现出高尚品德的一方，可以赢得比试。副校长，这项比试就交给我们班当选本届感动 L 市的李明阳同学吧。他就算在高3的繁重压力下，还在热心公益。好，
我也觉得明阳同学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我不行了。这个时候就别谦虚了。是啊，明阳，以你的品德，绝对能完胜那些诡异。哎，那你准备一下吧，别紧张，像往常一样就好。我不行的呀，那些都是装的，是我爸爸为了给我镀金找人包装出来的。那个感动央视的奖项都是我爸赞助的。啊！逆子，怎么什么都往外说？不说，比输了等死吗？可以重复参赛吗？当然可以。远浪，这次你也有把握？我不是已经证明田忌赛马的可行性了吗？所以跟那个有毛线关系啊？你不是他同学吗？他平时怎么样的呀？不清楚，他很低调的。我只知道他学习很好，但没什么存在感。远浪同学赢下第一场后，依旧选择参加第二场的品德比试。贾教授怎么看？既然能展现出真实自然的自己，我相信这孩子肯定能做到知行合一。我很期待他的表现。滨江中学的副校长好像在询问有没有其他自愿比试的同学，但很可惜，并没有人像远浪一样勇敢地站出来。这也能理解，毕竟都说论技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呐。那看来远浪是有一颗赤子之心了。鬼心镜里的只是意识，可用不了诡异道具，林雨不可能输。没错。宿主别担心，有我在，遗忘效果对你不会起作用的。救命！救命啊！把手饰柜的钥匙交出来！不在我这里。抢劫金店，直接报警吧！这时候要见义勇为啊，肯定能加分的。时间要紧啊，就看远浪怎么做抉择了。可以看到，远浪几乎没有犹豫，简单的拿着一把车锁就走向了歹徒。别过来！你想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你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呀！锁门拉卷帘门是什么操作啊？喂，我看到一个人劫持了金店店员，地点是……相同的场景，人家诡异都知道报警啊！测试结束。远浪，我们要被你害死了！就你这样还敢毛遂自荐，反社会人格吧你！本次比上的获胜者是远浪。这些人好像不认可此次结果，可以判他们输吗？我自己，我才是主角啊！不过，远浪他到底是怎么获胜的？难道诡异世界道德败坏就是道德楷模？我们当然不会用诡异的标准衡量人类。这次比试结果也是充分考虑到了两方文化差异所做出的判断。还是让他自己解释下在鬼心境中的行为吧。那个女店员虽然满身红色血污，但仔细看她脖子位置被匕首划破的地方渗出的是黑血，诡异的血才是黑色，可普通匕首是伤不到诡异的，说明匕首是诡异道具。那歹徒也不用抢劫一个小店铺了，直接拿去换钱就好了，所以那个歹徒也是诡异。两个诡异却特意打扮成人类的样子演戏，那可能只是在诱骗人类卷入他们的诡异事件，好进行猎杀。我怕有人落入圈套，就那样做了。精彩，精彩！完美的识破了我设置的陷阱，还做出了最正确的解法。虽然凌雨帮助诡异同族给人类报警，从而吸引更多人进入圈套，但我们诡异本身能感知同类气息，在你的完美解答面前，他的分数只能算中规中矩。恭喜你，赢得了2场比试。我会遵守约定，放所有人离开。赢了，远浪又赢了。这次没有靠诡异道具，他通过细致的观察、冷静的分析以及善良的内心，真是太棒了。可以看到现场所有师生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之中。同学，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绝望中学，你将成为我校的第1位人类特招生。在本校内，
我可以保证你和你家人们的安全，而且你可以获得诡异学生签证，能让你随意离开不超过猛鬼级的诡异场景。天哪，那不是免死金牌吗？真羡慕啊！远浪，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我一直想找一个既有勇气又有头脑的人作为婚约对象，我觉得你各方面都很合适。啊！这不是校花小雨吗？竟然跟远浪表白了，还是奔着结婚去的。他这是想通过成为远浪家人的方式，享受诡异学校的庇护啊！靠，是这回事吗？远浪，我仰慕你很久了，你能当我爸爸吗？别闹了，我又没说自己会加入绝望中学。什么？干嘛不加入？这么好的机会！爸，你糊涂啊！校长您好，我叫贺傲，一直是年级第1名，而且已经拿到海外名校的保送资格。远浪同学既然不想加入，我想毛遂自荐一下。哦，你想加入我校？可以呀！太感谢了，我一定会努力为校争光。非特招生人类只能以食材的方式加入我校，不想死的，请尽快离开本校。快走，快点离开这里，我可不想死啊！恭喜搜索上级解锁值满100万，解锁能力也是成金。诡币，这不是诡异世界的货币吗？不只可以用来交易，还能用来吸收提升实力。几百万的现金才能兑换一些小面额的诡币，我这1点金总值居然就能换到20个，而且这鬼金鬼钻是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不愧是大佬，不到1个小时就赚够了100万金总值，解锁了这么强的能力，依然风轻云淡。哈哈哈哈！通过猛鬼级诡异场景，规则之力分解中。怎么了，宿主？你没听到吗？啊，听到什么？那个声音不是系统发出来的。这是什么？突发状况，滨江中学的直播无人机全部信号中断。哎，什么？这里笼罩的诡异规则之力消失了！哎，太强了，宿主，你是怎么做到的？不知道。太见外了，跟我还保密呀！可恶！人类，你做了什么？律师大人，猛鬼中期，他才是这个场景的主人。不自量力，竟然想色诱律师大人！瞎说什么呢？你是暗神会的使者。原来这个印章的组织叫暗神会呢，只有图案和价格，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挑最贵的来看，是挑对了。不过使者的印记不是在额头上吗？我诡异形态的这里就是额头。咦，老大真身是这样的吗？请问这里规则之力的消失，使者大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就是来调查这事件的，你这边不是个例，不过具体情况我不方便透露。这可如何是好？我校的所有师生都只能依靠此地的场景规则产生的鬼气才能生存。好难受，你还有鬼币吗？我也只有不到50了，最多能维持2、3天。如您所见，学生基本都是低等级的野鬼，已经出现不适的症状了。没了规则场景的诡异，需要吸收鬼币的鬼气才能生存。哼，那可太好，刚好赛跑的时候弄了不少沙子进兜里。如果把这些借给你们呢？这鬼气的浓郁程度，难道是鬼钻？天哪，这么多鬼钻，这得几百万鬼币了。这使者大人，虽然您说要借，但我们根本还不起啊。这些是预付款，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件事。这种数额还只是预付款吗？到底要做什么事呢？去吓人。啊！去找人类，然后吓他们，或者你们彼此互相吓，惊吓程度越高，拿到的佣金越多。啊，吓唬人？这是为何？这你别管，你们不想做的话，有的是鬼做。
做，我们做。但惊吓程度这种该如何统计呢？系统，有办法让他们看到惊悚值吗？只要用系统的契约书与宿主签订契约，就能同步显示惊悚值面板了。但是这种并非由宿主直接赚取的惊悚值会只统计30%。那也够。这里是雇佣契约书，只要契约完成，你们每次吓人后都会有具体数值提示。还有一件事，使者大人。什么？鬼钻的鬼气只有鬼将以上的级别才能吸收，我们这些低等级鬼异带身上也不安全。您看，能不能换算成鬼币结算？可以，是我疏忽了。原来这就是诡异货币间的区别。有病啊你！有了，真的有数值提示。合同里可写了，惊悚值和鬼币是1比1兑换。我这一下就赚了18块呀！我的鬼，这么爽！不用交学费、食杂费了，还能赚鬼币，这不比在学校里强多了？系统的兑换比例可是1点惊悚值能兑换20鬼币，天真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只拿了5%。下一个。使者大人，您确定比例是1比1吗？有什么问题吗？果然高等级的诡异并没有那么好糊弄，应该更加明白惊悚值的真实价值。没有任何问题，爱神赞美你，使者大人。使者大人，您真是有一颗漆黑如墨汁般暗淡的心。好吧，他们不明白。没有人要契约了吗？回使者大人，全校师生864鬼已经全部契约了。很好，好好干。1个月内还不完本金的话，我可是要多收利息。是。我用印章契约那个猛鬼级诡异嘛。他才中期，用印章浪费。现在去哪里呀，宿主？回家。怎么了？纸牌，什么时候在我兜里？宿主，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东西上面的规则之力感觉和绝望中学的一模一样？是那个原因吗？那声音说的破解规则，难不成就是把绝望中学的规则之力变成这个卡牌了？而且这系统明显对此事不知情，难道我身上除了系统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宿主，这卡牌在吸收咱们的惊悚值。停下来了，少了3万多惊悚值，吓本系统一跳，还以为要被吸干了。自己开了，这不都是学校里的角色吗？这干嘛的呀？找到了，视频里的小鬼。你叫远浪是吧？我们是讨鬼盟的成员，你刚才的表现很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呢？没兴趣。不错嘛，竟然躲开了。是那双鞋子的能力吗？不想加入可以，但你的鞋我们领导看上了，可以用100鬼币高价收购。鬼币的稀有你应该知道吧？这些钱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怎么样？哪个叫花子呢？100鬼币想买萌鬼级道具，怎么不去抢？巧了，你的那个鞭子我也看中了，卖不卖？这可是怨鬼级的诡异道具，你打算出多少？我是学生，送我。小子，你是不是在诡异任务里吓傻了？给你。喂，你在干什么？再多来点赠品什么的。我是学生，请不要不识抬举。也就是说，你们不但白给了追魂鞭，还把100鬼币和全身的东西都送给了那个远浪。那小子古怪的很，他一说自己是学生，我们就觉得一切都很合理啊。是啊，特别邪门。可惜了，我本来很看好你们2个的。通知一下3号，
就说有比诡异任务更好玩的事情交给他办。好的。原来如此，诡异改造用在诡异道具上可以提高等级，属性上也只是增强，并不会重置。大佬，刚刚那招是什么呀？也太厉害了！要不是你制止，那2个人都要把裤衩脱了送你了。使者卡牌的能力，太奇怪了，分明是第一次见到，但好像我早就知道该怎么用一样。这些身份都是携带规则之力的，我可以随意使用，而且这些规则并不是客观上的，而是很大程度的被我的主观影响，进而干涉现实。天哪，这就是大佬的能力吗？这也太逆天了，难怪是能站在世界顶点的人。可惜每张卡牌只能使用1次，还有等级限制，不过暂时也够用了吧。大佬，你在做什么啊？荒论坛，我要找一个场景主人，是猛鬼巅峰级别的诡异任务参加。可以主动参加诡异任务？诡异场景刚降临的时候，会默认在场之人全部参加诡异任务。任务结束后，场景会封闭。下次场景开启前，被选中者会收到邀请，会有一个眼球一样的东西出现在头顶。根据场景难度不同，会给被邀请者相应的准备时间。他们大多会在这个论坛获取情报，或者寻求帮助。没有收到邀请的人，只要触碰眼球，就可以进入诡异场景进行协助。找到了。100万鬼币吗？怎么可能？肯定是人类货币。不过这个论坛会提供担保，他能把这个金额发出，证明他已经向平台汇款了100万，或者拿出了相应价值的物品。只要确认他活着出来，这个款项就会由论坛支付给协助者。不然，这种没有任何情报透露出来的任务是很难有人愿意陪同的。但是这个零通关记录的任务，多半是个猛鬼巅峰的 BOSS， 正好。绝望中学的诡异很卖力啊，2天就帮我赚了90万金总值了。就是诡异改造的能力太不稳定了，这2天浪费了20多万的金总值，没出一件小样。非特殊情况还是少用点吧。啊，还有掐着时间来的，有够从容的。没有眼睛跟着，是谁的协助者吗？这位小哥，要不要当我的协助者？秦宇，你别太过分了，你一集挖走2个人了，还嫌不够吗？我没有强迫谁。怎么样，小哥，答应了，这100鬼币就是你的。如果我能活着出来，再额外支付100鬼币。父亲！啊？真的是父亲大人，我不是在做梦吧？小哥原来是这人的协助者吗？啊，不熟。你儿都不认了吗？是我呀，高38班的牧羊。前2天咱们刚在学校操场父子相认呢。并没有相认。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我太倒霉了，本来被父亲您拯救死里逃生，结果回到家又接到了这里的诡异任务。我爸妈把家里房子便宜抵押，换了些钱，我才好不容易找了个协助者，还被人挖走了。秦宇，你听见没？你都是参加3次任务的老手了，还挖小白的协助者，你要把人家逼死是不是啊？良禽择木而栖，协助者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场景的，都是卖命，为什么不选价高的呢？秦少说的在理。那为什么不大家齐心协力一起过关呢？唉，服了，这里还有一个小白中的小白啊！小妹妹，在这里大家都还是个人样，一旦进到里面，人有时候比诡异还可怕哦。哎呀，别哭啊，我逗你玩呢。姨妈也真是的，吓唬人家小姑娘干嘛？姨妈？父亲大人不知道吗？她就是咱们校花柳思雨的姐姐柳沐雨。那还真是巧啊。小哥，你还没有给我回复呢。抱歉，我只是单纯的想参加这个诡异任务，并不想当谁的协助者。哈？秦少，这家伙脑子不正常的。怎么说吧呢你？
我就说看着眼熟，你难道是远浪？是我。拒绝了绝望中学邀请，还主动找诡异任务做，果然跟我妹说的一样，是个怪人。欢迎各位新人入殓师来到青山殡仪馆，我是这里的人事经理，请随我前往任务地点，之后我会为各位介绍工作流程。啊，这次没有无人机直播吗？因为任务地点是在室内，无人机拍不到，就算直播收视率也很低。哎，啊，父亲大人，你没触碰过眼睛吗？还没，我一不留神你们就都进去了。哈哈哈哈！真是笑死！刚才一副拽得要死的口气，结果门儿都进不来。哼，我看就是一个又怂又爱装的蠢货罢了，根本没胆量参加，怪不得不敢要秦少的钱。人事经理，等一下，我想进去，可以通融一下吗？规则就是规则，你不满足参加条件。哼，小丑，最基本的诡异规则都不懂。啊！父亲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攻击诡异，想死吗你？这是鬼钻，这么大一颗。经理，你是不是忘了，我是那个谁的死者家属啊？小丑，能不能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哎呀，瞧我这记性，您早点说就好了嘛。快请进，快请进。这什么情况？这里应该是办理诡异殡葬服务的吧？元浪怎么可能是诡异家属啊？经理，我问你个事儿，叫我小赵就好。您说，贵公司的员工要是对逝者家属冷嘲热讽，你们会怎么处理呢？这个嘛，按规定是要用烧红的钢针把嘴巴缝起来1个月呢。哦，那倒没必要，他们鞠躬赔礼说声我错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错了。元浪，得罪我们秦家，对你没有好处。哦，那秦少改成弯腰道歉加大喊浪爷我错了。你，我数3个数，他不道歉就按规矩来吧。好，3。老爷我错了。刘木鱼，你在做什么？当然是记录啊！秦家少爷认自己口中的小丑当爷爷，这画面可太难得了。恭喜了，以后秦大少是你儿子了。别搞啊！我这位小老百姓不想参与你们采访互动啊！贵客这边请，其他人跟上。元浪和姓柳的贱人，我一定要杀了你们！我能见你们老板吗？这个真是没办法，我们没有联系 BOSS 的方式，只有受邀请者任务通关 ，BOSS 才会出现。那算了，按正常流程走。这远浪到底怎么做到，让诡异都对他客客气气的？那个父亲大人，得罪了心情的不太好吧？以他的财力，分明可以来之前就雇佣很多协助者，却偏偏来这里挖你们墙角。你觉得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他想让你们死。因为通关奖励是固定的，所以死的人越多，活着的人分的就越多。这简直是畜生啊！所以咯，得罪畜生你怕什么？青山殡仪馆为诡异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而你们是新来的入殓师，这里停放着4具怨鬼后期的诡异遗体，你们需要为他们更衣打扮。记住，妆容必须符合他们的喜好，这样才会让他们安息。限时1小时，之后逝者家属会对你们打分，满分10分，平均超过6分即可过关。4位入殓师可以开始了，请用接触的方式选择自己要入殓的遗体。这选哪个都一样的吧？看，这脚上有吊牌。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完全不明所以啊！小姐，这里也有字。好，老娘就要这个了。不先把剩余的看完吗？我比较相信自己的直觉。让开！太近了！秦少，请过目。
还真为柳沐雨那个贱人挑了个最简单的，剩下的这些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不管了，就选3号好了。好了，4位入殓师和陪同者，请进入单独的隔间进行接下来的工作。等一下，我和这个妹子还没选啊！是呀，我说了吧，触碰遗体视为选择。他在刚才已经碰到4号遗体了。完了，最不明所以的1号落到我头上了。贵客，您随我去主控室吧。不用，我也去隔间。隔间有独立的规则之力，那样我没法确保您的安全。付所谓的。也对，是我瞎操心了。能轻易拿出鬼钻的大佬，怎么可能是一般人类？必须确保至少有1个人入关，这样才能见到幕后 BOSS。哥哥，我害怕。你还是去帮他吧，可这什么都不能的小丫头比，我生存几率肯定大一点。况且我这边题目这么难，也不能拖大佬下水啊！刺猬头想当男主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网名？果然是你。你刚才的发言倒是挺像男主。抱歉啊，我对1号遗体更感兴趣。父爱如山呐！你还是换个网名吧，我可没见过乱认爹的男主。请各位带着自己选中的遗体进入对应编号的房间，完成后续工作。那小姑娘估计很难活下来了。别替别人操心了，她比你们所有人的生存几率都大。啊？怎么可能？她身上有2件怨鬼级和1件猛鬼级的诡异道具，而且她心跳是你们中最平稳的，一副游刃有余的状态。这你都是怎么知道的？哼，你只需要知道，把她当小白，绝对会吃大亏就对了。怎么办，秦少？咱们该怎么做？从这个诡异的墓志铭看，应该是搞艺术的，但又陷入了自我怀疑。不过诡异那边的艺术跟人类一不一样就不清楚了。你们找几件前卫的衣服给他穿穿看吧。好，这件怎么样？穿上看看喽。这诡异还怪漂亮的。哥们儿，我看你是真饿了。不要以肮脏的合成料子侮辱我！怎么回事？这诡异不是说已经死了吗？那个人是经理说过，妆容要符合喜好才能安息，看来不符合的话就会诈尸。可恶，我的胳膊断了，我的也。秦少，别担心，他又变回实体了。我懂了，这就是个试错的任务，只要装扮没符合，就会付出一定代价换来提示。现在知道了，他只喜欢天然面料，找纯麻或者皮质的就好。哼，很好，是我最喜欢的模式。元浪姓柳的，这回你们想不死都难。抛开那些看不懂的墓志铭，其实我对穿搭还蛮有自信的。大佬，有鬼气在快速接近咱们这里。不要弄脏我的脸！大王，小姐，小心！头骨都碎了，救不了了。可恶，那个通风管道里的小鬼是怎么回事？规则里可没说会有外部干扰啊！怎么回事？这玩意怎么又活了？有人想利用这次的任务机制害咱们。啊？谁？还能有谁？那个姓秦的，他应该是先一步知道的这些遗体对装造不满就会诈尸的设定。刚才通风管道的家伙身上的鬼气和秦羽带着的那个诡异道具的气息是一致的，对吧？
没错，那个吊坠肯定是个可以养小鬼的诡异道具。这家伙也太阴险了！看来父亲大人您都说对了。可恶，出去了，我一定要曝光他。还是先考虑任务的事情吧。可这个家伙这个样子，已经没法穿衣服了吧？啊！父亲大人，好美！让一让。怎么给他松绑啊？呀，你怎么不穿衣服啊？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行了，快把衣服穿上。好，我这就穿。秦少，你这有点不厚道了，不能让我们一直给你试错吧？是啊，虽然我们是协助者，但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你好歹也要出点力气吧。唉，人类的雇佣关系果然靠不住。继续试，或者马上死，选一个吧。哼，废物东西，这就不行了吗？好在衣着是定下来，面部妆容看来得我自己来了。问题不大，我跟自己的化妆师有专门学过这方面的技巧。鬼尼，继续去1号、2号骚扰一下。4号呢？哼，没必要，他一个人活不了的。明白，这任务蛮有难度的，那两边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吧？还没穿好吗？马上了。什么鬼？为什么尸体在自己穿衣服？什么？抓住捣乱的家伙了！竟然能变成液体，哼，差点让他跑了。快放了我是任务的一部分，你们要违反规则吗？是这样吗？不是，任务里没那家伙。到底什么情况？这小子开外挂了吗？这尸体怎么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我知道是秦羽派你来的，还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别干了啊！我也是身不由己，我是被作为通关奖励送给秦羽的。我们这种寄生诡计的诡异，只能听命于道具主人。秦羽的任务清晰到哪一步了？已经穿完衣服了，再进行最后的化妆。什么？这么快？在发现机制后，秦羽命我负责穿衣服，我将另外2人当做挡箭牌使用，不断尝试，很快就试出了3号喜欢的衣服款式。虽说尝试的时候，我尽量避开了他们的要害被攻击，但也经不住持续的诡异攻击。试衣结束后也就咽气了，最后的化妆就只能秦羽自己来了。原来如此，所以才给协助者报高价，因为反正他们也活不了，最后钱还是会回到他兜里。是的。这个畜生东西，把人命当什么了？我可以不杀你，不过你要为我办件事。我不能做伤害主人的事。放心，我不是让你伤害他，你偷偷把这个卡片贴在他背后就行。打饭而已，没有丝毫鬼气，就是普通的卡牌。好，只是贴这个的话，不会违反规则。忘记说了，我这个鞭子只要接触过，以后的攻击就能避住。你如果敷衍了事，我随时都能取你小命。不敢，我一定圆满完成大佬您的任务。这什么人呀？有这么强的诡异道具，还来低阶任务里炸鱼？怎么这么久？通风管道被人用诡异道具堵住了，我试了半天都破不开。算了，先不管他们那边了，我要开始给3号化妆了。如果他诈尸，你就拉住我，避开要害位置。明白。穿好了。辛苦了。
恭喜1号房间的入殓师成功让遗体安息。他穿的是啥呀？那小子开挂了吗？这到底是怎么试出来的？其他入殓师，他们怎么可能比我快？鬼妮，你怎么做事的？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呀。你能跟人家比吗？人家的尸体是自己把活干完的。还好父亲大人你有手段，不然谁能想到是诡异是女中大佬啊！冷静，不能被他影响到。很好，状态不错。别以为稍稍领先就得意忘形了，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家属的平均分为7.75，恭喜你们通过了此次任务。太好了，父亲大人，我们活下来了！淡定。老板您来了。人类，你很不错，真没想到有人能让最有难度的1号遗体安息。不止如此，你还察觉到了任务中隐藏的陷阱。父亲大人，你真是何以为啊！他怎么没反应？安息的意思是，他现在已经彻底是一具尸体了，不会再诈尸了。那为什么撕他衣服？这样拖起来方便一点。所以说，为什么要拖？因为就这样推他去评分的话，任务就失败了。任务会失败？此话怎讲？仔细读一下这上面的墓志铭和家属记忆，是不是可以解读成他的家属并不理解他的穿着喜好？那个人事经理的说明是个陷阱，化妆和打分看似是一体的任务，其实是要分开执行的，即先让死者安息，然后再让家属满意。好强，真的都被父亲大人说对了。奇怪，这回没有那个什么提示。请等待其他受邀者完成任务，届时会根据你们的表现分配通关奖励。难道是要等场景任务全部结束才会出现吗？这样的话，系统，他达到猛鬼巅峰了吗？哎，达到了，鬼气非常充盈，感觉马上就能突破到厉鬼级别啦。就决定是你了。人类，你干什么？老板，你没事吧？属下是天，拜见主人。起来吧。等，这长期封锁关父亲大人救什么？是主人，他是老板的主人。完了，这为父私跑，我居然还收了他的鬼钻，真想死定了。你作为 BOSS， 能改变场景规则是吧？是的，但需要消耗大量的鬼气，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这样做。无妨，就做些小改动，消耗的鬼气我来给你补。可恶，为什么化妆时手总会莫名其妙的抖一下？虽然有鬼泥帮忙回避了大部分伤害，但时间快不够了。测试，喂，听得到看得到我吗？远浪BOSS，大老板的名字也是你能直接叫的。什么？开什么玩笑？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类，一个高中生，怎么会是你老板？我可没说他是我老板。切，搞什么？原来是听错了。听好了，我说的可是大老板，也就是我们老板的老板，必须好好表现，这句宽大处理。老板的老板，我说这家伙那些开挂行为是怎么回事？大 boss 他自己场景装小白坑人，这是什么恶趣味啊！追加规则：3号房间的受邀者，无论受到何种伤害都可以自动修复。另外，改为不限时间。啊！你这是在帮我？这可不是白帮哦！我要你那个项链诡异道具，你放弃持有权吧。这不行，鬼泥是我家族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帮我得到的，我做不了主。那我就取消追加规则，反正等你死了，
道具所有权也会自动解除。等一下，别取消，我给你。不，秦羽，放弃该道具的所有权，解除一切与该道具的绑定关系。好烫！不会吧！我只是个有点特殊能力的怨鬼初级小诡异，难道说大佬看中我了？这样就可以了吧？我已经解除持有权了。给我等着！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买通了诡异，只要本少爷能活着出去，定要你小子完蛋！大老板，我这就去把那道具给您拿来。不用，我来吧。不愧是大老板，竟然有这么高级的空间道具。什么？你要出尔反尔吗？元浪！怎么会呢？受伤治愈和无限时间的条件都没变啊。他的脸变成这样了，你叫我怎么完成任务？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混账！你敢耍老子！祝您玩得开心哦。这比我们诡异还狠啊！3号十分看重自己的样貌，脸部骨裂如此严重，基本不可能满足任务条件了。主人消耗了大量鬼气追加条件，就只为了将他永远困在任务中吗？因为我要做个实验，他只是碰巧充当了小白鼠而已。如果那个提示音是以人物结束为前提条件才出现的话，那只要让任务一直进行下去，这里的规则之力就不会被分解。既然这里的 BOSS 已经认我为主，比起变成卡牌，还是直接控制整个诡异场景，对我的作用更大。呀，啊，那个和你一起来的那2个人呢？死了。多嘴！元浪呢？他难道也……不，怎么可能？就算这里 BOSS 死了，他都不会死。也对，你都毫发无伤，他又怎么可能有事？唉，看来真该听妹妹的话呀。元浪同学虽然性格怪异，但还是很强的。还有2天时间，接下来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找他帮忙。不用啦，再强也毕竟还是高中生，我可不想坑你同学。所以呢，这位帅哥，你等在这里，该不会就是为了找我聊天吧？看来你也没有理解这个提示牌的作用。按这诡异的墓志铭，你给他穿上昂贵奢侈的服装让他安息了，但是他却是个欠了很多外债的赌鬼。如果债主葬礼上看到他一身昂贵打扮，会认为他还有钱，从而为难他的家人。所以你就这么带着过去的话，任务肯定会失败。这次的任务难点就是能不能分析出打扮和评分是2件事。原来是这么回事，厉害！都是野狼大爹分析出来和我说的。可是换装房间的门已经……没事，我都带过来了，是些又破又烂的旧衣服。真是太感谢了。元浪呢？怎么没和你一起啊？父亲大人，姨妈那边咱们是不是现在也能去帮忙了？主人但有吩咐，小民万死不辞。哦，他主动认主了。什么意思？真是的，大佬又在考验我。秦羽控制他的时候就是被动认主，应该是有契约书之类的东西。他让我过来，自己去忙别的事了。你随意，我还有别的事情。虽然不能做直接伤害主人的事，但是说谎或者做了间接伤害秦羽的事，也不会受到惩罚。真是的，这下我也欠他一个大人情了。大姐，快来帮忙撒！但主动认主的制约力就大得多了，不
规则之力不只会针对他的行为，连内心的想法都会纳入监测范围。只要他内心觉得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或者没有表现好，都会被规则之力惩罚，会一直保持绝对的忠诚。还是太年轻了呀，主动认主的哪个有好下场？对方让你当炮灰，你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你还挺上道的，诡异改造。我这是达到猛鬼级了。这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怨鬼初期，瞬间让诡异突破一个大等级，这种能力闻所未闻。可恶啊！明明是我先来的，我为什么没第一时间主动认主啊？给我机会也不中用啊！真像小丑了。这种类型的诡异道具提升等级，也会同时提升寄生在内部的诡异等级吗？还真是意外之喜呢。我居然变成猛鬼级了！这不是在做梦吧？主人，小尼以后生是您的鬼，死是您的鬼。恭喜4号入殓师完成任务。呀，梅须馆那边，4号竟然也通关了。那个，不是说我通关了吗？是不是可以离开了？这柔弱的小丫头是怎么一个人通关的？喂，有人吗？啊？我是青山殡仪馆的馆长，恭喜你通过了入殓师考核。那个，其他人呢？还有一个叫牧羊的，他和他的协助者在半小时前通过了考核。半个小时？怎么了？没事。所以说，我现在能离开了吗？我有一些事想问你。什么事？你本来不是受邀者。鬼眼随机选定受邀者后，信息会第一时间传回来，而这个人才是你头上鬼眼一开始选定的受邀者。而能转移鬼眼的方法，据我所知只有一种，在任务准备阶段杀掉受邀者。哎呀，暴露了！鬼眼原来还有这种功能吗？不过我这么做应该没有违反规则吧？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想参加任务，完全可以以协助者的身份，没必要杀人吧？回答这些也是任务的一部分吗？不，只是我个鬼的好奇，当然不会让你免费帮我解惑的。只要你如实作答，这1万鬼币就是你的。1万 ，lucky， 遇到土豪鬼了。那你可要替我保密哦。可以。因为我是个杀手。那何不等他做完任务，说不定不用你出手，人在我这里就死了。不，我的目标不是他，我要杀的是那个比我早通关半小时的远浪。谁让他得罪了我们的组织？不过他好像有个猛鬼级增加敏捷的道具，还有一些奇怪的能力，我也没把握吃定他。所以我黑进了他的电脑，发现他频繁浏览有关青山殡仪馆诡异场景的帖子。封闭的诡异场景可以限制他的行动，这也是我接近摸清他实力的好机会。可作为协助者去接近他，就有些突兀了。所以，我选择了以邀请者的身份出场，来降低他的戒心。你就不怕过不了任务，把自己交代在这里？比起自己的命，我更在乎捕猎中的乐趣啊！只是没想到那个远浪是个死基佬，放着我这种萌妹不管，去帮一个傻蛋，害我没拿到什么情报。干什么？
诡异不能无故攻击人类，你敢违反规则？不是故意，你先骂我。不错，升到猛鬼级别的鬼泥，可以随意变换颜色形态，包裹在身上能达到易容效果。啊，可声音是怎么改变的？鬼泥可以更改自己的发声结构，模仿各种声音。主动认主后，用意念就能让他代替我说话。原来如此。不愧是大佬，就算给我一样的道具，我也想不到这样的用法。小虫子真的没骗我，拼尽全力，还是被自己猎物耍得团团转的感觉，太美妙了！你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极品猎物啊！这女的是不是脑子被打坏了？大佬，他头顶诡异道具的鬼气在急剧攀升。什么？去死吧，元浪！主人危险！他变化，本应才是。这都没打中啊，可惜了。无主，鬼泥，你没事吧？没事。你确定？小尼只要回挂镇里休息一下就能痊愈。好，辛苦了。属下看护不力，还请主人责罚。不怪你，是我没想到他的诡异道具会有这种威力。要不是鬼泥稍微阻挡我一下，刚才的攻击我靠极速靴子都躲不开。系统，他这道具真的只有猛鬼级？那个，刚才的攻击威力好像触摸到了厉鬼的门槛。大佬，我错了，这道具可能是成长型的，你拿到手上我可以分析一下。果然是威力不固定的诡异道具，用了就要昏迷半小时，副作用这么大，难怪有那种威力。而且像大佬您这种淡定的性格，用这种道具可能连怨鬼级的攻击力都达不到。竟敢对无主出手，师尊这就超度了这恶徒。等一下，我还有些事要问你。能有厉鬼级别的发挥就这么弄死，太浪费了。恭喜2号入殓师通过诡异任务。多亏了你们的帮忙，不然我已经任务失败了。你们俩先离开吧，我还有事要处理，不用等我了。你为什么能用诡异任务里的机制通话呀？我忘了和你说，其实我爹收服了这个诡异场景的 BOSS 了。什么？还是我妹妹有眼光啊！早听她的话，说不定王叔、李叔都不用死了。总之，谢谢你了，元浪。我们柳家欠你2个大人情。如果以后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你尽管开口。对了，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怎么了？你们头上的鬼眼，今后大概率会一直存在，所以你们应该不会再被其他诡异任务邀请了。啊？什么？不会再被邀请？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对这次任务做了些调整。相对的，你们虽然通关了，但也不会有通关奖励了。这还要什么奖励呀？父亲大人真的把我当亲儿子啊！从没听过能让鬼眼部消失的，绝对是付出了巨大代价。可我们明明第一次见面，我妹妹都没有这种待遇，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俩人是不是想歪了？是奇女那边的任务没结束，鬼眼才不会消失的。算了，解释起来太麻烦了，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吧。世天，主人有何吩咐？收服这猛鬼巅峰诡异，除了增加自己的自保手段，还有个更重要的理由。我要搞清楚
诡异入侵的真相。你们是从哪里来到人类世界的？抱歉，主人，这个小僧也不清楚。什么？有关于我们原本世界的记忆都被清空了，我们的记忆变得断断续续。虽然记得彼此名字和如何运转场景，多了一些人类世界的知识，但是原本世界的信息就是一片空白。这边也没有情报吗？之前问过系统，也是一样的结果。大佬，这个问题在系统库里被禁止访问了。主人，虽然没有记忆，但小僧觉得我们原来的世界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正常来讲，记忆缺失又到了一个完全陌生之地，就算是我们诡异也会迷茫无措，但我们都还记得来时的心情，无比放松的感觉。谜团怎么越来越多了？我还有一些关于诡异场景的疑问。我认识一个绝望中学的 BOSS， 他只有猛鬼中期，为何你已经猛鬼巅峰了，场景的面积却没有绝望中学大？小僧倒是也可以扩大范围。主人，您说的绝望中学应该有很多诡异住在其中吧？有800多人。那就说得通了。我这殡仪馆内只有90多位员工，并不需要那么大的面积。学校场景会对学生收取鬼币提供教育和庇护的，所以面积很大。但面积越大，鬼气浓度越低，规则之力的强度会减弱，产生鬼眼的速度也会变慢。哦，鬼眼是从诡异场景里产生的？主人，您可能不知道，诡异场景其实是活的。您可以把鬼眼理解成诡异场景分裂出的产物，鬼眼可以帮诡异场景挑选受邀者参加诡异任务，而所谓的受邀者，在我们诡异的眼中，其实更像是祭品一样的存在。祭品？整个任务流程可以看作献祭仪式，如果成功献祭，场景会更加壮大，产生更多鬼气和更强大的规则。反之，如果献祭失败，即人类通关，那场景会分化出自己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的通关奖励。哦，那这场景还挺讲究的。小僧倒是觉得有更高阶的，让诡异场景也不得不遵守的规则存在。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等可以理解的范畴了。那你这个场景 BOSS 算怎么一回事？这个，你可以把场景理解成只有基础生存本能的生物。挑选什么样的祭品，设计何种规则，对这种复杂的事情，根本无法做出判断。于是你们所说的场景 BOSS 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是被诡异场景选中来维持它自身正常运转的管理者。你是怎么当上管理者的？这个，小僧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应该是涉及到了我们世界的内容，所以被抹除了。那任务结束，诡异场景关闭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关闭只针对诡异任务，我们还是会正常对诡异营业的，只是期间不会挑选人类来做任务了。这个期间，场景会进行稳固修养，新的鬼眼也需要时间分化。这里只能分化出4个鬼眼吗？那不是，凭小僧的实力，最多可以控制场景分化出50个鬼眼。那为何这次任务只有4个人？因为要承担有人可能通关的风险。虽说一次凑够50人一起进行献祭仪式，成功的话，我们能获得海量的鬼气。可一旦有人通关，场景就要分化出50份额的奖励，平均分给通关之人。如此巨大的消耗，可能直接让整个诡异场景瘫痪。这个结果我们承受不起。那鬼眼挑选的人是由你指定的吗？不，这个是随机的。但是随着管理者的等级提升，可以施加更多的筛选条件。比如小僧现在能决定受邀者的种族是人还是鬼了。哦，诡异原来也可以参加任务。那像现在这样，场景任务一直没结束，还可以开启新的任务吗？可以是可以，但多开任务会消耗大量鬼气和规则之力，所以没有鬼会这样做。最后一个问题，鬼气不限量供应的话，你要多久能升级到厉鬼气？